我也是因为小徐也没有死在火场，就算被他们带走了也好，至少我还有机会把他给救回来。可是我看到那些受害者他们那么残忍，那么痛苦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徐月在他们手里，他们遭受什么样的折磨？世界上最恐怖的景象，莫过于看也看不清的黑暗。这是他试图要击垮我们的手法。简瑶，你不能被打败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又能怎么赢呢？我没有子玉那样专业的技能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控制的情绪，我就是一个普通、脆弱，用你以前的话说，愚蠢的女人。可是你会需要我吗？他拥有最敏锐、最精准的犯罪头脑，在整整的1年里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试着评估我、观察我。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内心。最后，他找到我的弱点，就是攻击你。作为对我最有效的宣战方式，简瑶，正是因为我需要你，你才会遭受到攻击。你会怨恨我吗？现在都不是因为你。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来自地狱里魔鬼。我害怕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帮到你，反而拖累了你。这会是他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他以为你会让我软弱、胆怯，但事实上，你在我的身边，只会让我自己感觉更强大、更稳定。魏教授，尸体全部找到了，分别被丢弃在本港4处的山林和郊区。同时，鉴定人员还发现，1号还在他们身上拿走了纪念品。谢谢。女性死者被拿走的是背部1整块皮肤，老人被拿走的部位比较隐秘，是他头上的一缕银发。鉴定人员对他的发囊比较之后，得出了这个结论：男性死者被拿走的是活生生被挖走的一颗心脏。洋娃娃和男性死者在一起被砍掉了双手。我们已经询问过3位死者的亲人和朋友，他们彼此都不认识。初步可以判定，1号是在随机选择作案对象。另外，女死者除了是售楼小姐，还在一所夜校上学。男死者不仅是建筑师，还是一名作家，得过几个大奖。郭教授，我认为
他的选择也并非是随机的。3个失踪路段的监控录像都显示，嫌疑车辆那几天多次进出停靠。我们可以认为，1号是在观察、选择目标，而女性死者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他诱拐。男性死者和老人平时并不会经过失踪路段，也是因为去郊区和探望女儿才临时经过。所以，很有可能一个是有计划的，2个是临时起意。我看这个变态就是故意的花样百出，让我们无从下手。他会不会是想在我们暗示他有多重人格？3个人，有3个排列组合方式。从虐杀程度来看，男人和女人最重；从诱拐的方式来看，女人是有计划的，男人和老人可能是随机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以往我们遇到的变态杀手，选择的受害者都是同一类型，有明显的连贯的标记行为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们面对3种不同的作案手法，要直接画出罪犯的画像，的确无从下手。那么记住啊，再复杂的犯罪心理案件，都脱离不了本质。本质上，他始终是一个心理变态者。对于一个心理异常的人来说，虐待折磨时、杀人分尸时，始终会控制不住欲望，泄露自己的真实情感。所以，我们要找的画像因素，一定会隐藏在这个案件里。以他自恋的程度，以他自以为可以驯服我的愚蠢心态的，你认为他会忍不住向我展示什么？女性死者生前曾被反复鞭打，身上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地方，没有性侵犯的痕迹。鞭打最直接、最强烈的传递愤怒和憎恨的方式，胜过慢条斯理的割肉，也胜过缓慢折磨的放血过程。所以，他最憎恨的是女人。在幼年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很可能抛弃或是离开了他。剥皮意味着掠夺，掠夺女人美丽的皮相。虽然没有发生性行为，但仍是一种充满性暗示的惩罚措施。考虑到幼儿期他对性的认知尚未形成，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时期遭受过成年女性的性侵犯。青壮年死者被挖心，这意味着最严重的掠夺，对人格的掠夺。所以很可能他与父亲一块长大，但遭受过心理或生理的虐待，全盘否认了父亲的价值和人格。这个成年男人最可能象征的是父亲。老年死者，死因：空气注射入静脉，引发心梗。身体上没有其他攻击性的伤痕。老人象征的是死亡。囚禁的过程中，老人几乎没有遭受到身体的虐待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，与他残暴的本性不符。但他取走了老人的一缕头发，我只能认为，在他的心里，年老濒死这件事情，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折磨，已无需任何的肉体凌虐。洋娃娃与狗共居一室，朝不保夕，这代表着危机四伏的童年。这个洋娃娃
正是他的化身。被割去的双手，代表着一种掠夺。最可能指代的是掠夺了孩子的希望。你可以按照这个画像去找嫌疑人了。这个食人魔1号，对于心理学的应用十分的得心应手。他肯定受过高级的系统教育。你去美国的中心局查查，看看全美有哪几家高级的心理学院有符合侧写条件的毕业生。好的。